很多家长想送孩子来新加坡，真正看重的不是这里不卷，也不是这里没压力，恰恰相反，这里竞争一直都在。但他这几年最值得看的变化是制度越来越不愿意太早放弃一个孩子。你仔细看会发现，新加坡教育现在做的不是取消筛选，而是把判断往后放，把识别做得更细，把分流做得更稳，也把兜底做得更实。对家长来说，这件事比明效率更重要，因为你最怕的从来不是孩子暂时慢一点，你最怕的是他只是节奏不一样，就在10来岁的时候被系统过早贴上标签。一个国家如果太早筛人，浪费掉的不是几个孩子的机会，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潜力。所以这一期我们来看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他为什么越来越强调不要过早判定一个孩子的上限。如果你在新加坡生活过或者研究过这里的教育环境，你就会明白，成绩焦虑只是最表面的那一层，它下面连着很多更现实的东西，生活成本、住房压力等等。于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，教育依然是最稳定也最体面的上升路径之一。问题也正出在这里，一个高度重视教育回报的社会，如果制度只会筛选，不会修复，最后就会把焦虑越放越大。资源多的家庭更懂规则，也更有能力配置学习；资源薄一点的家庭，孩子哪怕只是起步慢半拍，都可能越来越吃亏。表面上大家都坐在同一个考场，实际上每个孩子背后的语言环境、家庭支持、心理韧性、学习节奏差异非常大。新加坡这几年的教育调整，本质上是在回应这个现实，它只是越来越清楚。一个国家如果只会挑最强的那一小撮，最后会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和家庭被过早挤到边缘，那不是一个高效系统，而是一个高损耗系统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不是口号式的教育理想，而是新加坡教育具体怎么实行。新加坡现在越来越明确地承认，真正高潜的孩子不只长成一种样子。根据已公开的政策信息，高能力学生培养覆盖率会从7%提高到10%。这个数字很关键，它说明政府不是在缩小精英教育，而是在扩大雷达范围。他想找的不只是最早熟、最显眼、最会在传统考试里冒头的那一批，他也想把那些可能被旧系统漏掉的人找出来。为什么这件事重要？因为新加坡是小国，人才本来就有限，你漏掉一个类型的人才，代价比大国更高。DSA， 也就是直接招生计划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学生不只靠学术成绩，也可以通过艺术、体育、领导力等特长进入中学。很多家长会把这理解成给特长生开个口子，但更准确地说，它是在制度层面承认，多种能力都可能构成长期竞争力。有些孩子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不优秀，他只是优势根本不在那张统一试卷上。如果制度只认一种能力，最后就会把很多原本能发光的人长期压在挫败感里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说多元，它是把多元做成正式通道。也就是说，特长不再只是履历上好看一点，不再只是课外活动的装饰，它会真实影响升学路径。对家长来说，这里有一个很值得调整的视角，孩子依然需要能力，依然需要投入，也依然需要被验证，只是验证方式不再只剩一种。新加正在把竞争从单一赛道改成更接近真实社会的多赛道。现实世界从来就不只奖励会考试的人，教育如果只用一种模具筛人，最后得到的不是人才丰富度，而是同质化。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，根据目前公开信息，2028年起 PSE 将取代现行初级学院及理工学院入学考试，并引入志愿顺序排名机制。很多人听到这里，第一反应是分数是不是不重要了？不，分数依然重要，竞争也不会消失，但它在整个分流系统里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。过去很多家庭最熟悉的逻辑是先拼分数，再按分数高低排序。这种模式最大的优点是简单，最大的缺点也是简单。
它很容易把教育变成一场单一排序，而不是一场合理匹配。新加坡现在想改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你不能只盯着最高分能去哪里，你得认真判断孩子到底更适合更学术导向的路径，还是更应用导向的路径。因为一个孩子就算分数够高，如果方向选错了，也可能是进得去，读不稳，最后走不远。对国家来说，这同样是资源浪费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种改革不是在削弱竞争，而是在减少错配。从公平角度看，这个变化也很重要。纯拼分数的系统最容易放大家庭资源差异，而当制度把志愿、兴趣和路径适配正式纳入机制，规则至少不再只奖励最会刷题的人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2组数据很值得看。第一，针对弱势背景学生的扶持学校数量会从100所增加到157所。第二，特殊教育学校的服务能力会从9000人提升到12000人，增幅30%。这不是姿态，这是资源配置。它说明新加坡讲教育公平，不只是讲理念，而是在学校网络、人力和服务能力上做真实扩容。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，不会把特殊孩子只看成家庭负担，也不会把他们推到制度边缘。他会认真去想，哪些支持能让他们更有尊严的成长，更有机会参与社会。再看弱势学生扶持学校从100所增加到157所，这同样很重要。只有这些条件慢慢补起来，所谓同场竞争才不是一句空话。所以当我们才说新加坡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，教育是社会稳定工程，也是长期的人才储备工程。今天被接住的孩子，未来可能就是能自立的成年人，能工作的纳税人，也可能是一个不会被家庭和社会双重推倒的人。新加坡从没有放弃过竞争，也从没有停止过培养精英，但他在努力避免把竞争做成单一淘汰，把精英做成单一模板。高能力学生培养覆盖率从7%到10%，说明他在扩大识别。PSE 改革说明他在重写分流逻辑。弱势学生扶持学校从100所到157所，特殊教育服务能力从9000人到12000人，说明他在把兜底做成制度。对家长来说，这比那些轻飘飘的教育神话重要得多，因为你真正想要的不是一个看起来很风光的系统，而是孩子有机会被看见。如果你认同这一点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看重新加坡教育的哪一项变化，也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下一期我们继续把那些真正影响孩子路径的制度讲清楚。这里是师承智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